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7月24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7月23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341，收盘价是319.69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342.11，最低价是在315.73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27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1.15 亿股，较前一个交易日我们会看到是抱有非常大的成交量。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略有增大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下行的走势中。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下行，开口增大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，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空头趋势在增强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7月23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实体长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出现横盘后的下跌中。那么当日的这根 K 线，我们会看到是由于市场的负面消息，股价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跳空低开盘，并且呢，在开盘之后，我们会看到股价依然是一路下行。那这说明呢，不仅是有卖盘的出现，也是有空头力量的进入。那么股价呢下跌，直到320附近，我们会看到出现了一个支撑，然后呢，在之后呢，股价一直是在这个区域进行横盘震荡的一个走势。那么尾盘我们会看到突然出现了下行，然后呢又被拉抬到320上方，最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底部的附近，也就是收在320附近。那因此呢，我们会看到，股价呢在当日，这个 K 线是留下了一个短的下影线。那这样的下影线呢，并且抱有大的成交量呢，说明股价是有反弹的愿望的。但是股价能否反弹取决于次日的开盘，次日高开高走，那么股价才有可能会出现反弹的走势。但是在次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反弹如果不能够突破342，还有一个位置就是这个缺口的中线360附近。如果股价在日后的反弹过程当中不能突破这两个位置，那么一旦遇压而出现反转向下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继续下行，去跌破315，甚至是300关口。好，那么从当日的 K 线的线型和成交量来看，我们认为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将会有反弹的走势，或者至少会在这个地方出现横盘。这是我们从 K 线信息解读的这样的一个结果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那么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讯，我们对7月2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下行，收盘价会在361附近，363。那第二个可能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，会在381附近，而实际在7月23日收盘价是在319.69，股价是出现了大幅的下跌。那么我们预测两个结果和实际的发生是完全不同的。好，那么股价目前出现了继续下行呢，我们先来看日后的股价下行。我们会看到当前的股价已经跌破了我们之前设定的第一个目标368，第二个目标337，还有第三个目标325都被跌破。那么我们要重新梳理一下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。那么我们从目前股价的位置来看，股价下行接下来的目标呢，第一个目标我们认为应该是在274这个位置。
那么从这样一个长期的多头趋势来看，股价下行的目前的第一个目标应该是274。我们把水平线移到这个位置。这是第一个目标的水平线。好，那么当然第二个目标我们会看到就是214。那么在到达第一个目标274之前，那目前呢股价是有2个重要标志位，一个是300整数关口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应该是在290附近，我们取的是7月7日，也就是2025年7月7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在290附近，300关口和290这2个位置将会成为股价在到达下行，在到达第一个目标274之前的2个支撑位。好，当然新生成的这根 K 线的最低呢，在315，它也是一个支撑。好，我们把这2条水平线移走。好，那这样一来，我们会看到股价下行的2个目标已经非常清晰了。我们再来看，目前股价的收盘价呢是跌破了337这个位置，实际上呢，也就是瓦解了自2025年4月7日以来的这个长期的多头趋势。所以说，我们说股价如果反弹不能够超过我们刚刚说的350和前高342。而出现下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74。好，这是下行，我们再来看上行，上行的目标仍然是433。那么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，我们刚刚也说了，342和350这2个位置是重要标志位，也是强压力。只有突破这2个位置，股价才能够有反弹的走势。那只有股价能够继续反弹，才能够到达第一个目标433。好，那第2个目标是453，第3个目标当然是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498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日后股价的下行和上行。我们再来看观察位，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呢是前面这根 K 线的最低在273，那么在7月23日盘中，股价一直是在它的下方运行，因此是收在了低位。那么到了7月24日，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呢，就是新生成这根 K 线实体的下沿320。次日股价只有在它的上方运行才有反弹的走势，但是如果是在它的下方运行，我们不排除股价将会在这个地方继续有下行的一个走势。那么我们认为即使是出现下行呢，在这个地方应该会有多头力量的进入，或者说是有买盘的进入。我们认为300关口应该目前是一个比较强的支撑。好，从当日这样的一个大幅下跌爆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成交量说明在这根 K 线附近是由买盘跟进的，抱有这么大的成交量那么这根 K 线的最高和它的最低将会成为日后股价走势的重要标志位。我们刚刚说了342被站上，那么股价才能够有反弹，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是有换手的。但是如果日后股价一旦跌破了315，我们指的是收盘价，那么我们会看到股价在这个地方换手之后呢，将会继续下行。对，所以说315和342将是日后股价走势的重要标志。
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观察位320，我们再来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目前股价出现这样的大幅下行，虽然我们判断是有反弹的这样的意愿，但是呢，对于多头来说，在技术上，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的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上方的342到350，这是空头要守的位置。空头现在的目标，我们认为应该是300整数关口，在这个位置。当然还有前低就是315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7月24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新生成这根 K 线实体的中线在330，第二个压力位是342，第三个压力位我们取5日均线值是从349到354之间，第四个压力位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从370到372之间，第五个压力位是20日均线值388。我们再来看支撑，第一个支撑就是315，第二个支撑我们取300整数关口，在这个位置，第三个支撑我们取290，第四个支撑我们取274，也就是这个位置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7月2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7月24日我们给出的预测呢是分先后顺序的。第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反弹的走势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呢，股价最低会回踩到318，在这个位置。上方最高会到达335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328附近。如果出现这样的反弹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318的，满足了这两个条件，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。那么第二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横盘向下的走势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325，下方最低会到达309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317附近。如果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下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325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下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7月24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